特朗普走马上任，俄军原定的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和攻下红军村计划全部泡汤。俄军指挥官命令主拐俄军镇守阵地。托列茨克战役进入最后阶段，乌军第155基辅安纳旅重新复活，驻守舍普琴科。乌军升级源头打击力度，减缓俄军进攻。战术导弹消失了。瑞典向拉脱维亚派遣550名士兵驻守俄罗斯边境。精彩资讯即将开始。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1月20日宣誓就任，预计在其就任的第一天将宣布100多项行政命令，其内容涉及边境安全、移民执法措施和能源开发等优先事项，旨在迅速确立其政府的执政基调，实现他的竞选承诺。甚至 CNN 星期天还报道称，特朗普可能等不到正式入主白宫，就会在国会山的小桌子上签署他的行政令。火力军非常理解当总统这种迫不及待的心情，就是不知道特朗普是否会积极履行在俄乌停战方面的竞选承诺。毕竟此前路透社、金融时报等媒体均报道称，特朗普尚未决定该怎么解决俄乌战争，并把24小时结束俄乌冲突的时间扩大到了6个月。当然，这样的行为也反映出特朗普在上任后应该不会立即停止援助乌克兰，毕竟只靠嘴是无法把俄罗斯拉到谈判桌上的。回到俄乌战场，俄军原计划在特朗普上任前将乌军赶出库尔斯克和攻下红军村的目标，如今看起来已经全部泡汤。库尔斯克方向，如今乌军仍控制着约 442.35 平方公里的俄领土。在苏贾西北部1月19日，乌军对列奥尼多沃村以东3公里的俄军第34摩步旅阵地发动攻击。在苏贾北部，乌军第82和第95空突旅2支王牌部队在波格里布基和新索罗齐纳方向发起反攻，再度击败俄朝联军，又夺回了部分克鲁格伦克阵地。在波雷奇诺耶，乌军47旅进行了装甲突击，击退了俄军第51、第234空降团以及第155海步旅的联合攻击。在苏贾东南部马赫诺夫卡，乌军第79旅则在阻击来犯俄军的同时发起局部反击，这里也成为库尔斯克前线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在这里，乌军凭借地形优势，利用无人机、导引火炮进行定点打击，并布置地雷伏击俄军。即便俄军派出魔改的 BMP-2 步兵战车也无济于事，只能在丢下多辆坦克装甲车后被迫退出战场。乌军如此这般不断在库尔斯克发起反击，就是要告诉外界其仍保持着对俄罗斯领土的高压攻势。另外，乌军公布了审讯此前27名俄军俘虏的视频。乌军发现，这一起抓的俄军兵种类型却十分复杂，里面不仅有俄军精锐的空降师部队、海军陆战队，还有俄军的摩托化冲锋队等。审讯后得知，这些俄军来自俄罗斯各地，有的还生活在克里米亚的塞瓦斯托波尔。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已经反映出俄军在库尔斯克的兵力部署问题？俄罗斯确实从各个战线抽调了不同类型的部队回防，而这符合乌军的战略目标，减缓了俄军对乌克兰领土的攻势。哈尔科夫方向，乌军第71独立列兵旅在沃夫昌斯克前线击退俄军攻势，并俘虏6名俄军士兵。此外，乌军第92旅的一名指挥官警告称，俄军可能正在积蓄力量，酝酿新的行动。莱曼方向，乌克兰坦克在特尔尼以南的房屋反击，同时第3突击旅的士兵操作无人机在谢列布良斯克林区摧毁了俄军1辆坦克、5辆卡车、7辆汽车以及5个弹药库等目标。值得一提的是，乌军无人机还在前线阵地内发现了拄着拐杖的俄军士兵，他们即使身负重伤，也无法回到后方疗养，仍被俄军指挥官丢到前线驻守阵地。多列茨克的战役进入最后阶段，在克林姆斯克矿井附近，俄军在空袭过后发动了一次攻击，但被乌军12旅轻松抵挡，并被坦克消灭了一批潜入矿井建筑的俄军士兵。在西南部1月19日发布的地理定位录像表明，乌军最近重新夺回了谢尔比尼夫卡南部的失地。红军村方向，俄军开始散布谣言，称其已经进入该城市内部，但遭到乌军指挥部的否认。驻守红军村的乌军士兵还晒出视频，力证城内还没有发生战斗。当然，该方向依旧是当前战斗最为激烈的地方之一。俄军不仅将第2和第41集团军各部持续向红军村增兵，还从各个方向发动蜂群式的人肉冲锋。过去1天时间里，乌东前线1/2的战斗都集中在这里。交战地点主要在西南部的科特林、乌达奇涅和南部的达琴斯克。有方消息称，1月19日声称俄方占领了科特林大部分地区，正在该定居点北部和西南部推进，同时还占领了1/4的乌达河内区域。目前该消息有待进一步确认。
而乌军方面目前已经在距离城区4公里附近的红军村西部入口处修好了战壕系统，严阵以待。而备受关注的乌军第155基辅安纳旅，在被拆分、更换指挥官以及补充了一批精锐部队和北约装备后，已经重新复活，目前被部署在舍普琴科阻击俄军。乌军西部战区司令舍维杜克准将还专门视察了这支部队。总之，红军村的战斗，俄军几乎每天都是24小时不停歇的全线进攻，但推进程度并不理想，基本上每天只能向前推进几米或几十米，不少阵地还反复拉锯，显然已经没有能力发动大规模强攻。就像火力军之前说的，俄军重型装甲几乎损耗殆尽，空天军频率越来越低，仅剩下兵力优势，而这预示着俄军接下来只能通过付出高代价来蚕食战线。如过去一天俄军在该方向损失335人，但战线几乎毫无变化。大诺沃希尔卡方向乌方消息称，俄军正从沙赫塔尔方向抽调了13辆装甲车增援大诺沃希尔卡，企图通过在东部发起机械化攻击来完成合围战术。目前这里乌军的压力很大，有可能会选择后撤。引用乌总参发布的最新数据，俄军新增伤亡1580人，摧毁坦克8辆，装甲车18辆，火炮15门。越来越多的俄军开始使用无装甲冲锋、老式车辆，甚至徒步发起攻击。在前线战场，据乌总参谋部称，这2天的空袭和反击行动打掉了俄军部署在赫尔松州价值1亿美元的 NEBO SVU 远程雷达探测系统，以及部署在顿涅茨克前线的山猫举 M3 和 S300 防空系统。目前俄方尚未回应此事，相关战损有待进一步确认，但乌军确实升级了对俄军通信和指挥系统的打击。仅近期1个月，就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数个俄军指挥部，清除了数名俄高级军官。与此同时，据俄媒 Astra 的消息称，在俄罗斯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一群神秘人纵火烧毁了一座俄军通信塔，并在拍好视频后安全撤离了现场。目前俄罗斯还无法确认这群纵火者的身份，不知道是当地的游击武装，还是渗入俄罗斯境内的乌克兰特工。但在此之前，类似的纵火事件也时有发生，就连莫斯科银行、邮局都没能幸免于难。而纵火者多为靠领退休金生活的俄罗斯老人。如今在2025年再次发生纵火事件，而且开始针对通信系统一类的军事目标，很难不让人怀疑俄军通讯系统将成为继俄能源目标后的重点打击对象。靠近俄乌边境的能源设施已经几乎被乌军消灭干净了。仅过去2个星期，乌军远程无人机就袭击了位于俄罗斯夏卡姆斯克的 TANEKO 炼油厂、布良斯克化工厂、萨拉托夫炼油厂，以及位于恩格斯、沃罗涅日、卡卢加、图拉等各州的俄军油库。截止目前，俄境内的4大油库仍在持续燃烧中，其中恩格斯2空军基地附近油库的卫星影像已经发布，至少有8个油库被烧毁。总之，今年以来，我们能清晰感知到乌军针对俄军能源、通讯设施的打击力度，甚至超过了对军事基地的攻势。乌军正试图通过升级源头打击来影响前线的局势，而这种非对称作战也是乌军的强项。当然，也会有人说，俄军不是也在每天袭击乌克兰能源设施吗？难道乌克兰不受影响吗？当然不是，只不过乌克兰遭受的损失是由盟友兜底的。乌克兰得到了源源不断的补贴，但俄罗斯的能源设施，说一句经济命脉不为过，但如今几乎惨了一半。另外还有一点，难道大家没有发现，俄罗斯已经好久没有提针数导弹了吗？尽管俄罗斯宣传员们选择无视乌军无人机造成的破坏，和俄军在战场上使用第三国制造的山寨版防空系统，依旧在努力强调俄罗斯拥有全世界最好的防空网，防空系统多么牛逼。但根据对俄罗斯官媒公开报道的分析，有人忽然发现，包括普京、梅德韦杰夫、佩斯科夫以及扎哈罗娃在内的俄罗斯高层们已经不再提及被神话、号称足以穿透全世界任何防空反导拦截系统的针数中程高超音速导弹了。据统计，从去年11月21日俄罗斯开始宣扬针数导弹开始，接下来2周时间，克里姆林宫假宣发部门共提及针数导弹11次，但在第3周只提及了4次，而最后一次提及则是在12月26日之后就再也没有提及，也没有再次发射针数导弹，回应乌军不断发起的远程袭击。针数导弹一下子从俄罗斯官方机构消失得无影无踪，火力军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或许是造价昂贵无法大量制造，也或许是俄罗斯意识到针数导弹的实际性能被看破，若是再吹牛就会被打脸，所以选择销声匿迹。当然，针数并不是第一种有类似待遇的俄罗斯导弹，伊斯坎德尔、匕首、锆石都曾经被这样对待过，在实战前被赋予刺破北约防空反导网厚望，实战后就不再被提及。还是那句话，乌克兰懂得如何利用技术消耗并击败俄罗斯。目前，据每日电讯报报道，乌克兰正试图让特朗普相信过早与俄罗斯谈判将是致命的。
必须先让俄罗斯精疲力竭，让乌克兰在可能的谈判中占据优势，才能让俄罗斯认清楚自己的处境，放弃自己是战争主宰者的想法。如今，俄乌战争已进入了拼消耗的耐力赛阶段，各自都在朝对方境内进攻，希望在可能的和谈开始前争取更大的筹码。只不过，由于谁都无法一下子击败对方，接下来的战争走向很可能会被国际环境主宰，也就是美国、北约、欧盟的态度，而大环境对乌克兰是有利的。继英法后，德国防长皮斯托里斯也再度暗示将在战后向乌克兰部署军队，但具体计划需要在德国大选后发布，届时德国还将提供新一轮军援支持乌克兰。与此同时，新加入北约的瑞典已向拉脱维亚瓦尔德马营前沿基地派遣了一个由550名士兵组成的营，以支持在俄罗斯边境附近驻扎的北约地面部队。报道称，这是瑞典接受的首个北约任务。其防长保罗·琼森强调称，如果俄军进攻芬兰，瑞典军队将在第一时间参加战斗。而这支瑞典武装部队通讯官马库斯·尼尔松表示，他们肩负着阻止战争的任务，来这里是为了威慑。此外，德国、挪威的防空系统开始陆续部署到波兰热舒夫、加西翁卡机场，旨在保卫北约通往乌克兰的重要线路，免受俄罗斯巡航导弹、无人机等武器的威胁。法国还正式向乌克兰运送铁轨和铁路设备，以帮助乌克兰摆脱苏式铁路标准，使其达到欧洲规格。据悉，苏式铁路和欧洲铁路最明显的区别是轨道间距不一样，苏俄铁路轨距标准为1524毫米，欧洲采用的国际标准则为1435毫米。美国驻德陆军的第7军团训练司令部1月12日发文称，隶属第2装骑团的士兵正在德国菲尔赛克营区接受反无人机枪的专项训练。从其发布的照片可见，美军士兵除由教官指导装备操作外，还带上了 VR 装置，进行全拟真的反无人机训练，以强化其对小型无人机的识别和防御能力。近年来，在全球的地区冲突中，无人机已对传统战法构成了严峻挑战。在战术上，传统部队的隐藏、集结、机动因无人机侦察变得异常困难。在战略上，无人机部队的人力和资金投入大幅降低，缩小了各国整体实力差距。再加上俄乌战争的实力教训，美军意识到未来的官兵需要具备主动出击、消灭敌方无人系统的能力。为此，美国国防部出台了反无人机新战略，具体内容分为5项：其一是加强对无人机威胁的理解和认识，提高部队探测、跟踪威胁的能力；其2是发起针对性行动，应对相关威胁；其3是将反无人机防御作为理论、训练和政策的核心部分；其4是提供更多应对威胁的解决方案，包括快速研发反无人机技术，并优先提供资金等；其5是设计对抗无人机的新型部队。而美军引进 VR 科技就是美军反无人机训练的努力之一。引入后，可让美军官兵在沉浸式无风险的模拟情境中练习反无人机操作，进而强化相关专长，有效应对新兴威胁挑战。此外，美国的反无人机新战略也将强化美国多部门以及与盟友和合作伙伴之间的关系，加快创新并发挥规模效应优势，从而提升对抗无人机的互操作性和整体效能。如在反无人机装备研发上，单兵手持设备方面，美军研发有智能射手瞄具，该装备采用数字化火控系统，可使用普通步枪锁定并精准毁瘫无人机，实现一枪一杀。在传统防空武器方面，美军以史崔克装甲车为基础，配备4枚毒刺导弹、1门30毫米口径机关炮和一挺 7.62 毫米口径机枪，搭配车载 S 波段有源相控阵雷达，能够同时跟踪超过100个目标。在定向能武器方面，2024年5月，代号女武神的高能激光系统已交付美陆军。该系统配备300千瓦高能激光发射器，最大射程达20公里。同时，美军的莱奥尼达斯反无人机高功率微波系统也在进行测试。该系统每秒可发射数千次电磁脉冲波束，能有效打击无人机蜂群。在人员培训上，美军在俄克拉荷马州希尔堡建立了首个联合反小型无人机学院。通过集中化和标准化训练，使不同军种士兵在进行反无人机作战时具备互操作性。而且，美陆军还修订了训练条令，在新兵基础训练中增加了反无人机技能，同时将该技能纳入负责培训步兵和装甲兵的摩尔堡卓越机动中心必修课程。西班牙海军现在正持续筹获的新一代巡防舰波尼法兹级，在去年6月份被爆出建造进度小幅超前。
如今洛马公司表示，已经正式确认安装 AN-SPY-72 雷达，并在实测当中获得重要进展。F110多任务巡防舰是西班牙海军继 F100阿尔瓦罗巴赞级之后第2代的神盾巡防舰。它并不是取代现役的5艘巴赞级，而是取代更老旧的圣塔玛利亚级巡防舰。在主武器方面 ，F110级巡防舰除采用意大利里奥纳多的中口径舰炮外，还列装有马克41垂直发射系统和2具鱼雷管，可分别发射 RM162海麻雀导弹、海上反舰打击导弹以及马克32 MOD9 舰射型鱼雷。该舰的纳凡蒂亚 SCOMBA 战系则整合了美军神盾级火控系统以及洛马的 AN-SPY-72 雷达，另搭载泰雷兹集团的中低频声呐各一具，使其防空反潜能力兼具，并可停放直升机，可执行联合作战和不对称威胁、反制等特殊任务。值得注意的是，与巴赞级采用的 AN-SPY-1D 被动相控阵雷达相比， F110的 AN-SPY-72 雷达属于主动相控阵，搜索与接战能力更胜一筹。在实测期间， SPY-7 雷达系统展现了其优越的性能，成功精确探测和追踪了空中目标。据洛马公司的报道， SPY-7 雷达采用氮化钾半导体，可提供卓越的功效和性能，使系统能够同时管理各个领域的多种威胁。目前 SPY-7 尚属开发中，预计交付时间在2026年，与首艘 F110级巡防舰的建造时间表一致。而西班牙海军的 F110级巡防舰一共计划筹获5艘，现有2艘建造中，3艘待建造，全案经费达43.25亿欧元。首舰预计2028年正式服役，并以每年1艘的建造速度，于2032年前全数交付西班牙海军。今天给大家推荐2部军事题材电影，第一部是2022年的《西线无战事》，这可谓根正苗红的德国制造。同名小说即为德国人艾里希·玛利亚·雷马克，而本片的导演、编剧、演员均为德国人，也是除《暗黑3部曲》以后最具知名度、评分最高的德国电影。说一句德国影视影剧两开花并不为过，并且本片还代表德国竞逐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奖，并一举夺魁，成为当下欧洲最具影响力的军事电影之一。第二部是2013年的《孤独的幸存者》，这是一部关于特种部队影片，由彼得·伯格执导。该片根据马库斯·鲁特艾勒的同名回忆录改编，讲述了海豹突击队4名成员潜入阿富汗执行任务，却因一个错误决定而导致突击队几乎全军覆没的故事。剧情生猛炸裂，战争场面相当真实残酷。2024年12月16日17点03分 ，CST War Center 官方发布了内容更新，风暴来袭。那本次更新可谓是一次版本洗牌。F-16不再是独占鳌头，欧洲战场的天空必将迎接新的脊椎王。Dassault Rafale 战机的前机型是 Mirage 2000，但是单看外部结构，我们会发现它的改变已经与 Mirage 2000天差地别。单发变双发多了一对压抑，整个机身更加具备科技感。更令人震撼的其实是数据，大家自己看哪里让你眼前一亮。没错，别的就不用讲了，同比 Mirage 2000回转速度以及爬升率得到了质的提升。但是最大速度少了207，同时马赫数上限也从 2.3 降到了 1.9， 所以这注定了 BVVD 赋予了 Dassault Rafale 更强的短距格斗能力与机动性。不过这个挂载确实挺一般的，对地能力堪忧， GPU 炸弹显然无法抗衡现阶段被 BVV 地板铠甲所制霸的陆战环境，所以我个人建议是拿去打空战就好，陆战老老实实的去玩 AS30L 和 AGM65 就行了。接下来是实战环节，我们配备了头盔瞄准与声控，模拟一场全真模拟的空战对决。我们的对决是多架米格29，主要展示 Dassault Rafale 的信息显示以及飞机机动性与短距离格斗能力。可见 Dassault Rafale 的信息显示是非常多的，包括陆地目标、空中目标，同比某些机型在历史性能里也没有这么多的信息。而且全真模式是系统默认没有敌机 UI 显示的，所以这个功能进一步提升了该机型的空战地位。在回转性能上，我们看到转向更加灵活顺滑，对比 Mirage 2000简直是质的飞跃。目前 Dassault Rafale 还是存在一定的 bug， 比如雷达显示 bug、CS 显示不正常、假锁定等，期待后续 BVVD 能将其修复。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特朗普上任将会如何践行俄乌停战主张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